在最终的明皇传承时间到了结束之时，这个石碑上排列在第一位之人将是明皇传承者。此事早就轰动传遍蛮荒，所以这上面的名字也自然的被无数人关注。此刻排在第一位的名字叫做公孙义，此人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数字，那是7，这代表着他炼灵自身元婴已经是7次，7次炼灵元婴而不死，这本身就已经逆天了，足以让无数人震撼。而排在第二位的名叫周弘，此人的炼灵元婴是6次，至于第3则是5次，而后越来越少，10名开外都是1次。如果没有意外，那么明皇传承人必定是那公孙义。毕竟就算是周弘，怕是也不敢再去炼灵第7次，因为成功几率不但很小，且一旦炼灵失败，代价就是死亡。正因这明皇石碑的排名还有那光芒，使得此地长久都有魂修打坐，以此来滋养自身修为的同时，也偶尔打量石碑的排名。这排名并非不动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这石碑上多出几个名字，又或者少了一些名字，少去的那些不需要去猜测也都知道，那是再次尝试炼灵元婴失败陨落了。而多出之人每出现一个都会引起一些骚动，可这骚动也并非很大，毕竟多出来的名字大都是炼灵一次成功者而已，除非是前世有变化，才会令人震撼，引发轰动。只是今天却因为一个名字的出现出了意外。首先发现这多出来的名字之人是一个中年魂修，这魂修隶属于驻扎在葵黄城的巨鬼军团。在数年前，他刚刚随着巨鬼军团从星空道集宗负责的长城外退了回来。如今整个巨鬼军团都在葵黄城内休养，等待下一次的命令后再次出发进攻长城。此刻他正盘膝坐在石碑的较远处，随着一次吐纳结束，他睁开了双眼，如往常一样，目光习惯性的扫了扫石碑，正要收回继续修行时，忽然他一愣，隐隐的好似觉得石碑上似乎多了一个名字。诧异中，这中年魂修仔细的看了过去，直接就落在了最后一行的名字上。当他看到了这名字后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神色有些茫然，可很快的就双眼睁大，气息变得混乱，脑海在这一瞬竟控制不住的爆出轰鸣巨响。这中年魂修觉得自己一定是看错了，这太荒谬了。他使劲揉了揉眼睛后，再次定睛一看，随后无法控制的惊骇中带着不可思议的失声大叫：“白白小纯！”他的声音不小，在这安静的石碑下，立刻就惊动了其他于此地修炼的魂修，一个个都皱眉睁开眼。听到了白小纯这个名字后，他们有的迷茫，有的则觉得耳熟，可还有一些则是身体顿时震颤。很快的，他们就注意到了那位中年魂修直直的目光，齐齐看去后，渐渐的惊呼之声顿时哗然而起：“白小纯，这怎么可能？白小纯，我想起来了，星空道集宗长城上的万夫长，那个发明了炸丹炉的无耻的家伙，是他。我说怎么觉得耳熟？这不是红尘前辈亲自悬赏一份天人魂，全天下通缉的必杀榜第1人吗？”随着哗然之声的传出，那些已然认出的魂修们一个个内心轰鸣，而其他人也都陆续的听到身边人的话语，纷纷响起后，此地众人全部神色变得难看起来。白小纯这个名字对于蛮荒来说原本无人知晓，可随着巨鬼军团进攻星空道集宗镇守的长城，这个名字却是如狂风一般横扫巨鬼军团，随后开始慢慢传向整个蛮荒。因为他，巨鬼军团数次大败；因为他，蛮荒冤魂损失惨重；因为他，使得如今不仅仅是星空道集宗的长城，甚至就连其他3个源头宗门的长城上也都出现了一幕幕相似的战争手段，使得整个蛮荒罕见的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大败。炸丹炉、凶兽乱、聚魂丹，这些手段任何一个都轰动了蛮荒，尤其是对这白小纯的通缉中悬赏的不断增加，就使得这个名字再一次轰动蛮荒。而他万夫长的身份更是在蛮荒众人看来，那是踩着他们一步步走上去的。原本随着此人的失踪，渐渐的此人的名字也都被人刻意的忘记了，但今天当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后，而且是在明皇石碑上，立刻这明皇石碑下爆发出了喧嚷纷纷的议论声、怒吼声。那一道道目光所看的石碑最后一行，赫然的
显现着白小纯的名字，不是白号，而是白小纯这3个字。在这名字后还有数字1，这代表他炼灵元婴一次。白小纯出现了，他在蛮荒，他没死。快，此事太大，我得要赶紧禀告。石碑下，众人哗然中，立刻有不少人取出古简，震惊中立刻将此事传了出去。很快的，整个葵黄城震动了。随着此事传开，在这葵黄城内，所有收到了消息之人，大都是一愣，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，可却一时没想起来。问询之后，这才面色变化，反应过来，纷纷觉得无法置信。而还是有一些人在听到这名字后，第一时间就想起了白小纯，想起了关于此人的一系列事件。白魔出现了，他果然没死，他不仅在蛮荒，而且竟然已经到了元婴境。该死的，这是挑衅，这是完完全全的挑衅！我不信这白魔不知道炼灵元婴的后果与目的，这是他有预谋的，要以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他来了。葵黄城内立刻轰动，尤其是巨鬼军团所在驻地，更是爆发出了滔天之吼，无数身影急速飞出，直奔明皇石碑而去。太嚣张了！这白小纯竟然如此飞扬跋扈，目中无人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哼，只不过是传闻而已，我不信这白小纯真有传说中那么重要，一个小人物而已。当初的事情明显是巨鬼军团为了自己的失败找出的一个理由而已。至于其他3宗的长城上也出现了那些手段，这显然是通天岛上的统一安排。葵黄城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白小纯重要，有相当一些人觉得太夸张了，这种小人物不值得如此对待。可无论如何，随着白小纯名字的出现，葵黄城算是轰动了。原本若没有意外，这轰动只是暂时，等震惊过后，很快就会平复下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意外出现了。明皇石碑上，白小纯的名字在众人的目光中突然的从最后一行瞬间消失，再次出现时，赫然进入了前20。而他的名字后数字1变成了2，这一幕立刻就让四周众人全部睁大眼愣住了，哗然声还停留在口中，没来得及发出时，白小纯的名字再次消失，这一次直接到了第15位，名字后面的数字不再是2，而是3。没有结束，白小纯的名字又一次消失，这一次几乎是飞跃而起，直接攀升到了第8位。他名字后的数字成为4，随后再次崛起，竟猛地出现在了第4名，炼灵元婴5次。这一刻，四周众人的哗然一时竟被无数丝丝的吸气声噎住，但仿佛是压抑到了一定程度，再无法压制，失声惊呼之音顿时就滔天而起。天哪，炼灵5次！这白小纯他要干什么？众人全部傻眼，一个个目瞪口呆后，脑海顿时掀起大浪。嗡鸣中，一个个颤抖的将这个消息立刻就传了出去。如果说之前白小纯的名字出现让一部分人震动，让另一部分人觉得夸张的话，那么现在随着短短的时间，他就出现在了第4位，且炼灵元婴5次。这一幕立刻就让那些觉得夸张之人全部吸气之下凝重起来。什么？他这么快就炼灵元婴5次？这白魔他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短短的时间居然有如此魄力，他活够了！葵黄城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这一次的轰动比之前还要强烈。整个城池内的所有势力此刻都听说了这件事情，都觉得匪夷所思，顿时就有一道道身影从城池内各个位置飞出，直奔石碑而去。还有大量的神识爆发，从4面8方笼罩石碑之处。而此刻的元婴白小纯正在巨鬼城内的密室里，美滋滋的坐在龟纹锅中，一脸的色更有惬意与傲然。哈哈，这种修炼我实在太喜欢了，这就是实力啊！元婴白小纯眼中似有星星闪烁，气息都带着一丝激动。他对于自己的这种做法欢欣不已，尤其是看到元婴身上出现的5道银纹，感受着自己的元婴比之前强悍了太多，他就更激动了。这已经堪比我闭关修炼1甲子岁月了。白小纯大笑中舔着嘴唇，一指6色火，瞬间6色火就飞来，融入龟纹锅。轰鸣中，随着璀璨银光的出现，炼灵再次开始。6次、7次、8次，不多的时间内，
白小纯没有半点停顿，连续炼灵3次，直接将自己的元婴身上烙印出了8道刺目闪耀的银纹，而他的元婴肢体也都磅礴起来，更为清晰的同时，其内流光溢彩，甚至这天地间的寒气对于白小纯来说已经毫不在乎了。太强了！白小纯振奋中，一指9色火，轰鸣间，随着9色火的融入，他的元婴身上直接就出现了第9道银纹。没有结束，白小纯心脏加速跳动，再次炼灵第10次。当10色火机发出的璀璨银光从龟纹锅上爆发出来后，第10道银纹清晰的烙印出来。这一刻，白小纯感受到了自己的元婴再次强大了一些，那种感觉让他兴奋的都哆嗦了。他这一辈子很多时候都会去想，如果人生能够如此彪悍，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可惜他这些年始终没有这种感觉，可眼下这感觉来了。而此时，对于葵黄城的众人来说，白小纯的这一次成功炼灵，已经让他们震撼的魂飞魄散，心神轰鸣嗡嗡不止，如同有一道道天雷持续不断的轰在了他们的心头。他们眼睁睁的看着白小纯的名字从第4变成了第3，又从第3变成了第2，没有丝毫停顿的，没有任何悬念的，直接就成为了第1。那一刻的白小纯，他炼灵8次，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，并非遥不可及。可8次之后又出现了9次，直至10次，这一幕对蛮荒魂修的震撼已经惊魂摄魄到无法形容了，心神仿佛都脱离身体飘荡在外。要知道这是炼灵元婴啊，与炼灵法宝不一样，法宝碎了可以再拿一件重新来，可这元婴一旦炼灵失败，就会立刻魂飞魄散，直接死亡。明皇可以有那种大气魄，以众人炼灵来定传承人，可对于修士而言，那是他们的命啊。1次好说，2次也可，3次以上失败率大增，越是向上就越是危险。可今天在他们的亲眼目睹下，他们看到了一个奇迹，一个对于整个蛮荒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疯狂。他从1次直至10次，居然没死！该死的，这是什么运气？他这是在找死啊！没有人能不被震动，在他们看来，这白小纯就是在玩命，这也太疯狂了，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去练自己的元婴。此刻，九幽城内王殿旁的侧殿里，有一声怒吼愤然传出，在那侧殿中冲出一个青年，这青年身体修长，相貌俊美，但此刻却是神色扭曲，目中带着焚天怒意。白小纯，我周红九死一生，才炼灵元婴6次，你居然敢10次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周红大吼，他的心中更有苦涩。原本他的目标是公孙毅，他觉得自己有一定把握去搏一把，最起码也可以与对方平齐。可随着消息传来，随着白小纯的出现，随着那炼灵10次的成绩，他直接就绝望了。他一定掌握了什么手段，否则的话不可能成功。来人，给我整个蛮荒搜寻，找到这个白小纯，找到他！周红声音传遍四方，立刻这九幽城内都开始动了起来，遵从周红的命令，因为他是九幽城的小王爷。同样的一幕在蛮荒的其他区域，各个炼魂家族内都在上演。但凡是榜上有名之人，这一刻都震撼了，也都猜测这里面必定有问题。于是搜寻白小纯的事情立刻就扩散整个蛮荒。与此同时，在那4大王城中的斗圣城内，一间坐落在孤山上的茅屋里，盘膝坐着一个青年。这青年剑眉星目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他的神色从来都是平静的，有其孤傲之处。可如今他的面色已经苍白，他的眼中露出无法置信。白小纯半晌之后，这青年低头看着手中的古简，他的目中露出不甘心，因为他是最强之王斗圣王的独子公孙毅，因为他是蛮荒这一代中除了红尘女外的第2强。不仅仅是九幽城、斗圣城轰动，凌凌城一样如此。只不过凌凌王的子嗣太多，仅仅是其直系就有上万了，资源相对分散后，虽也有骄子，但却没有如公孙毅、周红般的天资卓绝之辈，只有一个女儿支撑门面。巨鬼城同样也在这个时候知道了葵黄城内发生的事情，知道了白小纯的出现，轰动的同时都在议论纷纷。可这一切白小纯不知道，他此刻依旧乐呵呵的享受般的盘坐在龟纹锅内，因这场近乎急速的修炼而得意，双眼跃动着光芒，一指11色火。嘿嘿，继续修炼了。白小纯一派陶然，
龟纹郭光芒闪耀，这一次不再是银光，而是金光。轰鸣中，白小纯的元婴上10道银纹消失，出现时已化作了一道金光闪闪的金纹。这金纹的出现，立刻让白小纯的元婴猛地膨胀。白小纯此刻也忽然吸了口气，他想起了炼灵10次后的变化，有些不安了。我的元婴不会变成其他样子了吧？白小纯紧张中，直至金光消散，赶紧低头查看自己的元婴，发现元婴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更强了，按照这么下去，炼灵14次后，我应该是达到元婴初期的巅峰。如果按照正常的修炼，就算是有顶级的功法，也需要上百年才可啊！白小纯想到这里，觉得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难得，兴奋中没有迟疑，开始炼灵第12次。轰轰中，第2道金纹出现，没有结束，随后是第3道、第4道。当这第4道金纹出现后，一股强悍之力猛然的就从白小纯的元婴上爆发出来，似要去冲破境界，要从元婴初期踏入元婴中期。这冲击之力不小，可还是差了一些。数次之后，白小纯也不得不放弃，双眼睁开后，他的目中露出摄人的光芒。这光芒的夺目，与之前他刚刚元婴时比较，相差极大，极限了。不过炼灵第15次后，必定可以突破，成为元婴中期。白小纯默默低语，元婴一晃，回归肉身。与此同时，在白小纯这里，第4道经文出现的瞬间，葵黄城石碑上排在第1位的白小纯，其名字后的数字也成为了14的刹那。所有看到这一幕的魂修已经全都傻眼了，很多人已经呆滞了。他们无法想象蛮荒的明皇继承人最终如果选择了白小纯的话，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，又是怎样的荒诞。而似乎这一切已经没有悬念了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葵黄城内有一道天人气息滔天爆发，这气息直接让天地色变，祥云碎裂，云层内的那些巨龙也都目光收缩，飞速隐去的同时，一道身影蓦然间从巨鬼军团所在之地冲天而起。那是一个女子，相貌绝美，身子婀娜，可偏偏一脸煞气，凤目带着杀机与疯狂，正是红尘女。她的修为早就恢复，原本是在闭关，不知道外面的事情。可她的麾下将领知道红尘女与白小纯之间似乎有深仇大恨，所以传音禀告一番。当听说那该死的要被千刀万剐的白小纯的消息后，红尘女直接就发狂了，此刻冲出，直奔明皇石碑而去。刹那降临后，她死死地盯着石碑上第1行的名字，整个人身体哆嗦，身上的煞气竟似化作实质。四周众人一看到红尘女，顿时就一个个面色变化，赶紧低头抱拳拜见。都知道这红尘女作为新晋的天人，其天资经验绝伦，虽是新一代的天人，可战力却着实不俗。白小纯红尘女猛地抬头，面色阴沉中带着更为强烈的寒芒。看到这石碑的瞬间，他就明白白小纯必然天道元婴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心中骄怒异常，立刻就拿起玉简，直接传令麾下军团，不惜代价找到白小纯，我要活的。整个军团顿时就发动起来，一道道身影在军营中穿梭，一道道命令立刻下达，巨鬼军团全范围的爆发，显然是要遵从红尘女的命令去找白小纯。与此同时，在这葵黄城内，还有一个女子也在关注明皇石碑。与红尘女不一样，这女子的目中没有冰寒，而是有焦虑与担忧。她正是逆河宗的陈曼瑶。身为蛮荒之人，其师尊更是来头极大。他在葵黄城内地位很是超然，可他永远也忘记不了逆河宗的一幕幕，忘记不了星空道集宗的一件件事情，还有在那艘舟船上的所有。回到蛮荒的这些年，他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曾经的身影，这里面白小纯的身影出现的最多。当初他得知白小纯失踪，甚至极有可能死亡后，他沉默了，内心的酸楚与悲伤让他消沉了很久。可他没有办法。但就在之前，他听说了石碑上出现的名字后，他的呼吸急切，他的目中更是闪现出了强烈的光彩。小纯，你在哪里？同一时间，葵黄城中皇宫内，当初传出一道法令，让这一代的葵黄去闭关的大殿中，那位似乎地位上超出了葵黄，仿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天师，此刻缓缓睁开了双眼。在他双目睁开的刹那，苍穹上的巨龙颤抖，大地也都震动，
魁皇城内所有强者都在这一刻颤抖，纷纷将神识收回，不敢去触犯其威。而大天师的目光似乎从苍穹俯视，落在了明皇石碑上，落在了那排在第一的名字上。许久，这目光收回，但很快的就有一道法令传遍蛮荒天下：找到白小纯，将他带来见我。这法令不是以大天师的名义传出，而是以这一代魁皇的圣旨。如此一来，就算是四大天王，也都只能默认一场弥漫整个蛮荒的寻找白小纯的风暴也就此展开。而此刻的白小纯正缓缓睁开双眼，他在密室内双目开合的刹那，整个密室如闪电划过，一股元婴的威压在白小纯身上不断的散开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脸上浮现喜悦。他仔细的检查了身体后，发现的确是元婴初期的大圆满，这就让他更为激动。尤其是看到自己元婴上那4道经文，他就忍不住得意起来。袖子一甩，闭关密室的大门打开，白小纯大摇大摆、耀武扬威的走了出来。正琢磨着要去招摇一番，让众人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结丹了，神识也随之散开，笼罩四方。可就在这时，忽然的，白小纯面色刹那狂变。他的神识内听到了很多人的议论纷纷，而这议论中所谈的名字，让白小纯这里吓得整个人猛地一个机灵。所有的炫耀之心，所有的喜悦，在这一刻瞬间消失无影，只剩下了惊慌与恐惧。听说了吗？白小纯出现了。你不知道白小纯？我和你说，元婴炼灵14次啊，这也太疯狂了！此人身上有重宝啊！魁皇下旨了，穷极整个蛮荒，也要将此人生擒啊，就该如此。不然的话，他要是成为了明皇传承者，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。这一段段谈话，让白小纯脸上血色尽失，一片惨白，整个人都吓得险些跳了起来。紧接着，身体一个踉跄，瞬间他就明白了自己遗忘了一个关键点：炼灵元婴会出现在明皇石碑上。出大事了！白小纯欲哭无泪，心底老后悔了，琢磨着自己这是真的在作死了。内心惶惶不安中，他赶紧打消了自己要去炫耀的想法，更是打定主意，自己死都不把原因显露出来，让人察觉。好在他的面具已炼灵多次，更为强悍，隐藏之力惊人，而他始终也没在隐藏上面放松，所以此刻虽成为原因，但外人看去时看不出究竟。他更是快速的调整面具的隐藏之力，使得自己看起来不是元婴初期大圆满，而是一副刚刚踏入元婴的样子。这一切刚做完，突然的，远处有几道长虹呼啸而来，正是巡逻队的魂修。刚一靠近，立刻就冲着白小纯抱拳一拜：“王爷有令，白总管出关后立刻见驾。”啊！白小纯身体一个哆嗦，内心咯噔一声，吓得小脸再次色变。一想到巨鬼王那不怒自威的面容，还有那目中似蕴含了无尽深邃，如同能看透心神的目光，白小纯就哆嗦了。完了！他心中万分后悔，千不该万不该，自己不该嘚瑟的去炼元婴，如今闹得天下皆知，让他这里害怕的双腿都有些发软。尤其是想到这后果，更是心脏狂跳。好在他戴着面具，且这些年来经历的事情不少，虽然怕死的性格依旧如初，可在演戏上却是无师自通一般，极具天赋。巨鬼王应该不知道我的身份才是，否则的话就不会是让人来召见我了。且我这面具玄妙，戴上后外人根本就看出我这里的修为波动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不断的安慰自己时，脸上不露丝毫，背着手微微点头，在那些巡逻队的魂修恭敬中飞向巨鬼王殿。一路上，白小纯看似如常，可心中却转动无数念头，最终有90%把握，巨鬼王这一次召见自己只是巧合，并非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这才让他内心安稳了一些。可一想到有那么一成的生死危机的可能，他内心的不安始终无法全部抹去。此刻只能故作镇定，争取让自己看起来如常一些。随着巡逻队的众人到了巨鬼王殿外，那些巡逻队的魂修对白小纯很是敬畏，到了此地立刻低头一拜，纷纷离去。白小纯站在王殿门前，深吸口气后快步走了进去。刚一进去，立刻就听到大殿内传来吴长恭的声音：“王爷，鬼王花至今未开与大天师的沟通，大天师那里始终没有同意炼魂壶只对我等开放，再去找大天师，就说我巨鬼王愿意欠下一个人情。”
尊王面，我这就去处理。吴长恭神色肃然，向着巨鬼王抱拳一拜后，转身看到了走入大殿的白小纯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微微点头示意，这才离开。直至吴长恭走了，白小纯看着坐在王椅上的巨鬼王，忍着内心的忐忑，赶紧上前几步，抱拳深深一拜，大声开口：“卑职参见王爷。”巨鬼王面色有些阴沉，似有心事，此刻目光随意在白小纯身上扫过，只是一眼，他就轻咦一声：“突破了。”巨鬼王目中露出一丝赞赏，可又看了白小纯一眼后，那目中的赞赏却变成了疑惑。以他的阅历与敏锐的洞察力，隐隐的看出了白小纯似乎有些紧张，这就让他疑惑起来。要知道之前的白小纯在面对自己时，这紧张是没有掩饰的，可如今竟在掩饰，这就让巨鬼王目光一闪。白小纯立刻就看出了巨鬼王目中的疑惑，他内心猛地一震，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他如今修为突破，神色不该是平静的，这不符合他的性格。此刻内心咯噔一下，紧张更多，脑海念头飞速转动，没有半点迟疑的，他立刻就选择将自己的紧张再次放大，使得全身内外都紧张无比，似很害怕的忐忑不安的样子，甚至都不敢去看巨鬼王的眼睛。巨鬼王目中深邃，盯着白小纯，一言不发，一股压抑感立刻就充斥整个大殿。慢慢的，白小纯身体颤抖，额头都流下汗水，似乎整个人实在是支撑不住了。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。白小纯觉得这四周的空间随着巨鬼王的沉默形成了挤压，仿佛要将自己碾压成齑粉。王爷，这真不是卑职的错啊！在这压抑中，白小纯哆嗦着哀嚎起来。卑职也不想这样，实在是那三大家族当日对卑职下手太狠，若非卑职命大，怕是早就小命被他们灭了。尤其是白家更是如此啊！所以卑职没忍住，明知道王爷司令有安排，可还是暗示别人去打压。白小纯哭丧着脸，似害怕的不得了。巨鬼王一愣，有关白小纯暗示别人去打压三大家族之事，他之前就有耳闻。此刻看着白小纯那紧张的样子，顿时啼笑皆非，明白这白小纯是误以为自己要问询此事，所以紧张。胡闹！巨鬼王瞪了白小纯一眼，这一眼立刻就让白小纯内心松了口气，可表面上还是眼巴巴的看着巨鬼王。巨鬼王看着白小纯的目光，知道他委屈，可却没有多说，而是随意开口：“这次召你来，是因魁皇下了旨意，在各自范围内通缉星空道集宗长城万夫长白小纯。此事你去处理好了，若这白小纯出现在我巨鬼王势力范围内，你将其擒来。”白小纯神色一凛，没有半点迟疑，立刻抬头挺胸，大声说道：“王爷放心，之前来的时候，卑职已经听到了大家谈论的这个白小纯。哼哼，只要这白魔敢出现在我巨鬼城范围内，卑职必定将其拿下。”这番话语说的斩钉截铁，让巨鬼王也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若遇不到也就罢了，遇到后也要谨慎一些。不过你如今修为突破，这是好事，就算遇到，你把握也会大了不少。巨鬼王叮嘱道。说起修为突破，这还是多亏了王爷啊！若非王爷让卑职闭关修行，卑职也很难突破。实在是王爷神武天地，永恒无双。当日王爷一番话，让卑职精神大振，仿佛吃了灵丹妙药一样。还请王爷以后多多召见卑职，这样卑职的修为提升得更快啊！白小纯脸都不红一下，拍马屁的话语不假思索的就说了出来。听着白小纯的马屁，巨鬼王哼了一声，不过也心头暗爽，毕竟眼前这个家伙可是胆大妄为之辈，当初拍自己脑袋时嚣张无比，而事后的转变也让巨鬼王看在眼里。他是半神，高高在上，有实力掌控一切。曾经的事情，作为半神，他有这种胸襟气度。那番因果已了，就连那些法宝，在他修为恢复后，一个念头就已经全部收回了。而实力为尊，在自己面前，这白浩再强也得鞍前马后，时不时听着对方的马屁，他还是很受用的。至于白小纯顺利结姻，他也没有太去深究，更没有去联想那从未见过的通缉犯白小纯。不是他巨鬼王脑袋不灵光了，而是白浩来历清清白白，很难将两个人联想到一起。虽结姻时间巧合，但巨鬼王明白，有了自己当初混血的体悟，顺利结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
同时作为自己的属下，权力都是因其王安浩荡而生，实力越强自然越好。连那古怪的乌龟他都没去探寻，此刻挥手时就要让白小纯退下。白小纯内心彻底放松，退后几步正要离去，可却迟疑了一下，琢磨着既然演戏，那就演得彻底一些，于是再次转头偷偷看了巨鬼王一眼，张开嘴似要说什么，可却忍住。又怎么了？巨鬼王也看到了白小纯这么一副表情。王爷，那三大家族是不是要去威慑一下？白小纯眼巴巴地看着巨鬼王，似有些不甘心的模样。巨鬼王看了看白小纯，目中露出沉阴之色。三大家族他的确另有安排，毕竟白家老祖与陈家老祖天人修为，对他来说也有用处。虽被他关押，可也明白，就算没了这三大家族，以后还会有其他家族，且他心里觉得以自己的身份不好去找那些小喽的麻烦。可白小纯这里的想法，他也要考虑。沉吟中，脑海里浮现出当日三大家族的族人追杀自己的一幕幕，于是目中闪动了一下。你的确受委屈了这三个家族，屹立数千年，底蕴极深，或许这才是他们此番敢于叛乱的底气。巨鬼王大有深意的看了眼白小纯。白小纯一怔，仔细的琢磨这句话后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心跳加快。按道所谓底蕴极深，这意思莫非是说三大家族财富深厚？而这番话语，难道是暗示自己可以去抄家？这是对自己之前为巨鬼王出生入死的奖励。王爷放心，卑职一双火眼，这三大家族的底蕴藏得再深，也都逃不出卑职的眼睛，掘地三尺也都给挖出来。白小纯想到这里，精神亢奋，可还是有些不确定，于是试探地说了一句。巨鬼王面无表情，如没听到，闭上了眼，心中却对白小纯这里能领会自己的话意很是欣赏。这么一个姿态，立刻就让白小纯精神抖擞。他明白了，这是默认了白小纯一想到三大家族之前对自己的追杀，又想到此番自己华丽转身，心中就激荡起来。抄家啊，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，还是抄仇人的家，太刺激了。不过显然巨鬼王没有直接下令，这是让我做的，不要太过。白小纯振奋中立刻抱拳，转身兴致勃勃的就要离开大殿。可就在白小纯要走出大殿时，王椅上的巨鬼王似随意的喃喃低语了一句：陈家着实可恶，尤其是那陈家族长，虽艳福不浅，可竟敢练尽番横。这句话看似难语，可却偏偏清晰无比的传入白小纯的耳中。白小纯一愣，脚步停顿下来，眼珠子转动一圈，仔细琢磨后，觉得这话语里的重点除了进番外，更重要的是那艳福不浅的4个字，这个老色鬼。白小纯立时明悟，内心嘀咕一句，表面上却正气凛然，装作没听到，迈步走出。在白小纯离开后，坐在王椅上的巨鬼王抬起头，目光遥望远方，右手五指却是飞速掐诀，似在推算着什么。半晌之后，他皱起眉头，喃喃低语，还是算不出来，不过按照时间去推算，这炼魂壶也应该到了鬼王花开的时候了。出了大殿，白小纯抬头看向三大家族所在的方向，脸上露出傲然之意。与三大家族之间的恩怨看似不多，可这过程中三大家族对他的杀意从来没有减少丝毫。之前白小纯是狱卒，无法报仇，后来又成了犯人，更是难以做到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是巨鬼城的白总管，如今更有亡命。赵晨海天侯。白小纯袖子一甩，立刻开口。随着他话语传出，顿时这四周就有巨鬼城的侍卫纷纷心神一震，立刻听令，急速而去。白小纯就站在巨鬼王大殿外，看着苍穹，背着手，等待陈海到来的过程中，他取出传音玉简，直接传音周一星，给我将三大家族盯好了。主子放心，早就安排完了。尤其是那陈家，如今人心惶惶，其族人为了自保，也都开口了。这陈家竟把家族财富分散了转移。白小纯一听这话，立刻交代一番，这才气定神闲的背手等待。没有等多久，立刻就有一道长虹从远处急速而来，瞬间临近后，化作了一个身体略胖的中年男子。这中年男子正是巨鬼城之前没有叛乱，可却保持沉默的4大天侯之一，也正是他送了白小纯一座宅子，甚至在白小纯耀武扬威的那些天，又送出了大量的财物之人。
此刻刚一到来，这陈海看了看白小纯身后的王殿，立刻神色肃然，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：“白总管，请吩咐。”陈天侯，召集你的麾下人马，随本总管走一趟。白小纯做过万夫长，此刻淡淡开口，一股威严竟从他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出，立刻就让陈海心神凛然。又看了看白小纯身后的王殿，连忙称是，没有半点迟疑，传令其麾下魂修，很快的就召集了2万魂修，一群人浩浩荡荡，随着白小纯与陈海飞出巨鬼城。这一幕立刻就让巨鬼城内各方势力全部心惊忐忑，尤其是发现这2万魂修所去的方向，居然是3大家族中的蔡家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报复来了。巨鬼城外，苍穹上，2万修士气势滔天，一个个杀意弥漫。他们的前方，白小纯背着手，神色倨傲，内心的得意与激动让他有些恍惚，似回到了长城。自己还是万夫长的时候，那种一声令下，麾下修士齐动如山的一幕幕。白老弟，老哥我服你了。陈海在白小纯身边竖起大拇指，很是感慨地说道：“白老弟人中之龙啊！老哥我这些年看到了太多人出掌权后根本就驾驭不住，可白老弟你这里竟有如此气势，这可不简单啊！这说明白，老弟你就是我巨鬼城内的麒麟天骄。”在2万魂修目中，白老弟不动如山，如定海神针一样，这种定力，怕是就连一些皇子都做不到。陈海神色内带着尊敬，脸上的肥肉随着话语都抖动。话语虽是奉承之言，可却给人一种言之凿凿之感。白小纯内心受用无比，听到陈海的话语后更是舒坦，觉得这陈海还是很有眼光的，于是脸上露出笑容。所谓花花轿子人人抬，白小纯也顺势的回了几句，一个有心讨好，一个做人圆滑，二人自然相谈甚欢。不过心中白小纯也在思索自己这一次该如何抄家。很显然巨鬼王没有直接下令，这样的话自己也不好强行抄家，那样的话吃相有些难看。不强行抄家，我也有办法掘地3尺来报仇。白小纯念头一转，看了看储物袋，想到了小乌龟，有了主意。很快的，众人就到了3大家族中的蔡家。之所以首选蔡家，没有其他原因，只是因为蔡家距离的较近而已。刚一到来，整个蔡家都紧张无比，愁云惨雾，其内所有族人一个个都哆嗦颤抖。那位蔡家族长更是面色苍白，带着家族内的所有族老全部都走出大门，站在那里恭恭敬敬的迎接。当初那位追杀白小纯的蔡家天骄，此刻哆嗦着目光闪躲着，更不用说在人群内那位与白小纯斗富的纨绔，如今已经面如死灰。这段日子他们的压力之大无法形容，每天都在担惊受怕。老祖已死，他们更是随时面临灭顶之灾，整个家族都快要崩溃。